大家好，我是俊国，我正在开着房车环游中国旅行。这一次我是来到陕西滨州，在这里有个地方叫花果山石窟，石窟的后面还有一个水帘洞，而且附近的村子也叫水帘村。听起来好像这里的一切都跟一个人有关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悟空。难道这里就是传说中孙悟空的老家吗？我把车子停好，现在就带大家进去看看。到处都是冰天雪地啊！这2天呢又降温了，现在的气温呢大概是在零下5度。在石壁上可以看到水帘洞花果山，指的就是这片区域了。这个冰块，这个村子就是叫水帘村。在这另一边呢，还有一座石窟，也进来看一下啊。这个可能是以前本地居民居住的地方了。这是原本这几窟窑洞的大门。像这种窑洞呢，就比起那种在泥土里挖出来的窑洞要坚固很多了。看一下从这边能否上到这山上去看一下。这下面是有2尊雕像分别是降龙、伏虎。在这边有一条阶梯可以上去，这阶梯上也是堆满了积雪。这里呢是菩萨送子，里面就是一个菩萨的塑像。往这边走，哇，这个石头呢是凸出来了。哇，这个阶梯非常陡峭，幸亏在这旁边是安装了铁栏不然的话呢，你看在这里悬崖峭壁非常高哇，这里呢就是石窟了，这里就相当于是一个橱窗，展示了《西游记》的一个场景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最后一位就是沙僧，沙僧一般都是排在最后面他负责挑行李，过了就是唐僧，还有白龙马。第2个呢就是猪八戒，孙悟空打头阵，因为孙悟空最能打嘛。我小时候很喜欢看《西游记》，基本上每年放暑假都会守在电视机前看《西游记》。可以说这部电视剧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不少的欢乐。在电视里我们也了解到孙悟空的老家是在花果山，山上有个水帘洞。当然我们都知道孙悟空只是神话小说里的人物，但是小说里的人物其实也是有原型的，即使像《西游记》这样的神话小说也不例外。比方说唐玄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呢？又比方说我在2020年到过的云南保山西庄村，还有一座全国唯一的八戒寺，那里还流传着猪八戒的故事。当地人不吃猪肉，都说自己是猪八戒的后代。这个西庄村以前就叫高老庄，只是后来改名为西庄村。还说吴承恩《西游记》里的猪八戒就是借鉴了当地猪八戒的故事而汇编进去的。今天我们来到陕西的花果山，这里离西安大概140多公里，西安就是唐朝时的长安，也就是说这里的花果山离当年唐玄奘生活的地方很近。那这里会不会就是孙悟空的老家呢？孙悟空这个角色在现实中到底有没有原型呢？其实是有的，他的本名叫车凤朝，是出生于唐朝唐玄宗时期，和唐玄奘隔了差不多100年。也就是说唐玄奘和车凤朝是2个不同时代的人，也没有见过面。车凤朝这个人从小就很聪明，还喜欢练武功，19岁就去朝廷当武官了。而且在他常用的兵器当中还真的有一根金箍棒，不过不是金的，而是一根36斤重的铁棍。后来车凤朝受唐玄宗之命，就跟随使团去了西域。在西域，也许是因为水土不服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就得了一场大病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看透了人生，就皈依佛门了。这段时间他在印度游历学习佛法，过了30多年才回到长安。后来唐德宗敕命车凤朝入住长安的张晋寺，并赐他法号悟空，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内容。
车凤朝当时去西域的时候，也是翻山越岭，历经了很多磨难。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，《西游记》就是根据唐玄奘和悟空禅师的事迹，经过一系列的加工、美化、整合汇编出来的小说。美猴王的原型正是车凤朝。你看，眼前这个场景呢，让我想起我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呢，去过一次湖北当阳嘛。在那里呢，也是有很多类似的石窟啊。你看，大家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位置是用来干嘛的吗？我猜想啊，原先呢在这里啊是有一个灶台，那这里呢就是相当于啊烟囱，把烧火的这个烟呢从这里放出去。你看这里面呢也是相通的，就连这个山体啊也是一样的。属于红砂砾岩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，这里还是有一条阶梯，可以通往最上面了。这个洞口呢非常的狭小，在这旁边呢还有一个房间呢。这个房间呢还算是比较宽阔，起码有个8、9平方吧。好，继续往上面走。这下面是有好多鸟粪啊，说明这上面呢是有鸟窝。哇，好窄啊，而且特别陡。不过还好呢，这里面呢，它没有积雪，不会打滑。哇，也是要用手爬着上去啊！哇，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。哇，到了这第3层了。你看，没有屋顶的地方呢，就全部都是积雪，风调雨顺。风薄雨湿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村子，这里好像有好多工厂啊。你看，这些都是大型的设备。在这一面呢，就是高速公路，还有铁路，就是2座大山啊，夹着这个村庄——水莲村。这个是灵官，往这边走，这是月光菩萨，让我想起月光宝盒啊。往这边走，在这里还有一些石刻，很奇怪啊！你看，这是乾隆31年建造，就唯独有油漆的这一部分呢没有脱落下来，其他的你看。如果说用手啊轻轻一掰的话呢，这个字啊就没了，非常可惜啊。这里是5路星君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石壁啊，在这里呢是有一小个石窟，这些啊都是用来干嘛的呢？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有好多黑色的这个记，对吧？那这个呢就是他们呢每年在正月15的时候呢，会在这个小石窟里面呢点灯，到时候晚上啊就会灯火通明，十分的壮观啊。这个是他们这里的习俗，这个习俗啊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了。像这些黑色的东西啊，就是被蜡烛啊熏黑了的。在这边呢还有一口钟，你看这一面石壁上呢也是有很多。继续往这边走，悬崖峭壁啊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石窟是开凿于南北朝时期，这些石窟号称9曲18洞。距今已经有1500年至1800年的历史了，比唐朝还要更早一些。这些石窟的主要用途是用来躲避战乱，相信在避难时期，在这些洞窟的前面还会种一些树木，用来做掩饰。这样的话，洞窟就不会暴露在外面。在这个石窟里还供奉着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号称斗战胜佛。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，
你看这里有一整层呢，都是属于这种鹅卵石，然后在上面呢就是红砂砾岩，就是比较工整的嘛。然后这里呢就是夹杂着很多的鹅卵石还有细沙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猜想啊，在1万年前呢，这里呢也许就是一条河流，然后这个河流干涸了之后呢，上面呢又覆盖了很多黄泥土，最终啊就化作这种红砂砾岩，然后就把这些石头啊、鹅卵石夹在这里，然后又过了很长时间，这里的山体啊发生了断裂，然后一半呢是沉在这个地底下了，另一半呢就是露出了这样一个山壁。你看，在这里啊还有一个点灯的小石窟呢，在这下面呢还有一个小脖子。刚刚一路上来的时候呢，好像没有看到孙悟空的那座大殿哦，我们再下去找一找。这里面供奉的是月光菩萨，我们进来看一下啊、这两边呢还有一些壁画呢。我还以为是老的壁画，但是呢是现代啊打印出来的。另一边也是美猴王，隔着玻璃呢，因为旁边呢是有一个门锁着。下面呢是摆放着唐僧、猪八戒、孙悟空，还有沙僧。中间这一位啊，大的就是孙悟空了。可惜玻璃啊有点反光啊。这个就是孙悟空的塑像，大家看跟电视上看到的像不像？围绕孙悟空的还有2只小猴子。有孙悟空塑像的寺庙还真不多，唐僧的就相对多一些。《西游记》这部神话小说其实是很有意思的，也带给了我们很多欢乐。但是如果将《西游记》倒过来看，你会发现整个剧情就更加贴近生活了。如果倒过来看，这个故事就要从天竺开始了。如来佛祖将经书交给唐僧师徒4人去大唐传授真经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3人就一路护送他们的师傅去大唐，一路上降妖除魔，打掉了很多妖怪。孙悟空一路上都很认真，而猪八戒和沙僧就显得有点漫不经心了，因为这2个人都是有后路的。猪八戒大不了就回去高老庄和他漂亮的妻子过田园生活，沙和尚也可以回到流沙河，而孙悟空就不一样了。由于他大闹天宫之后被压在五指山下面，过了500年，是他的师傅把他从五指山下面救了出来，所以他最认真。这师徒4人一路打妖怪确实很精彩，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妖怪他都是有后台的，没有后台的就像白骨精就被孙悟空活活打死了，有后台的那些正当孙悟空要打死他的时候，这妖怪背后的势力就出现了。这些人啊，往往还是一些道貌岸然的神仙，叫孙悟空饶他一命，好让这个神仙啊将妖怪带回去，日后留作他用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停职，等风声过去之后又被安排到别的地方做官了。1次2次没什么，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，孙悟空就开始有点反感了，每次都是咬牙切齿的放过了这些有后台的妖怪。奇怪的是，看起来很正经的唐僧对这种事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看法。猪八戒、沙僧2个人虽然没有孙悟空那么有本事，但是正义感还是有的，所以由于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罢工了。一个回去高老庄和他的妻子过田园生活，一个回去他的流沙河，最后只剩下孙悟空坚持正义，一路护送唐僧去到大唐。以孙悟空这种比较耿直的性格，他是不管这个妖怪有没有背景，一律照打。那天庭的很多神仙就受不了了，因为有背景的他们是要接回去的。比方说太上老君养的一条狗，孙悟空打他的话就是不给太上老君面子，所以天上的很多神仙就对孙悟空忍无可忍了，都纷纷上天庭告发孙悟空，最后就把孙悟空给办了，把他压在五指山下面。最后唐三藏就一个人到了长安，在长安传教，并且被李世民封为玉帝。时间又过去了500年，孙悟空从五指山逃了出来，去到天庭把他闹了个天翻地覆，最后就回到了花果山，平淡的过完了一生，最终化作一块石头。我在去年湖北的旅行中，还真的发现一块在悬崖峭壁中的石头，很像孙悟空，就像是天然的孙悟空石像。他双眼微闭，表现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好像是在思考着什么。
拜。